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期讲过的那个残酷事实吗？阿尔兹海默症的种子，其实早在你30多岁时就已经种下了。我们揭开了那个沉默的杀手——淀粉样蛋白是如何因为睡眠不足和高血压，在你大脑里悄悄堆积的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有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统计学事实，我们无法回避，那就是在所有确诊患者中，竟然有70%都是女性。而且基因层面的不公更加赤裸，有一个叫 APOE4的风险基因，男性如果携带一个，患病风险增加约3倍。但同一个基因到了女性身上，风险直接飙升到6倍。如果是携带2个，15倍。你看，同一个基因，同样只带一个，女性的风险却是男性的2倍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，而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在围绝经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更年期过渡阶段，会经历一场男性很难体会的代谢巨变。为了活下去，大脑甚至会被迫启动一种极端的自救机制，通过分解自己的神经线路来获取能量。对于男性观众来说，这其实更是需要关注的真相，因为这些隐秘的风险可能正在发生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，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是阿尔兹海默症系列的第2集，我们将深入女性大脑的微观世界，聊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它如此脆弱，以及有什么科学手段，比如特定的运动方式和补剂，能帮女性以此预防未来几十年的风险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核心机制。大脑是人体最耗能的器官，每天消耗你摄入总热量的20%，它非常依赖葡萄糖作为燃料。而雌激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它负责帮助大脑高效利用葡萄糖。当女性进入围绝经期，通常在40多岁开始，雌激素水平会经历断崖式下跌，后果就是大脑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会暴跌30%。想象一下，一辆车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，供油管突然被掐断了1/3，引擎依然在转，但燃料不够了。这时候，大脑为了维持运转，只能寻找替代燃料。研究发现，大脑中的星形胶质细胞会开始分解髓鞘。髓鞘就是包裹在神经纤维外面的那层白色绝缘体，大脑把它拆解下来，转化为酮体来给自己供能。虽然这能暂时解决能量问题，但代价是昂贵的。髓鞘被破坏，神经信号的传导速度和完整性就会受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会感到严重的脑雾和认知衰退。所以，当一个更年期女性跟你说她脑子转不动了，这不是情绪化，这是她的大脑在挨饿，然后被迫自我消耗。神经科学家 Luisa Nicola 的建议很明确，女性最晚40岁就应该开始定期检查雌激素水平。有些人甚至30多岁就进入了围绝经期。等症状出现的时候，代谢危机可能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说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问，为什么这种机制好像很少发生在男性身上？这确实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差异。阿尔兹海默症有2个核心标志物：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。雌激素能阻断那个负责破坏tau蛋白的酶，只要雌激素在，tau蛋白就被控制住了。男性体内虽然雌激素水平较低，但睾酮却能发挥关键作用。睾酮可以通过方构化酶转化为雌激素，这意味着男性的大脑终生都有一个备用雌激素发生器，能持续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。而女性一旦卵巢功能停止，这层主要的保护盾就消失了。这是一项让男性受益的生物学特权，但在女性身上，这层保护是不存在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女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，也就需要更精准的策略支持。而真正可怕的是，雌激素的崩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它会引发一整条连锁反应。雌激素下降，下丘脑这个大脑里的恒温器失灵，导致潮热和盗汗。潮热和盗汗摧毁深度睡眠，深度睡眠被打断，大脑的类淋巴清洗系统无法启动，淀粉样蛋白开始堆积。与此同时，tau蛋白失去雌激素的保护，开始缠结，神经元坍塌。这不仅仅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这是整条供应链断了，从原料供应到生产到质检，全面崩溃。而最上游那个断裂的环节就是雌激素。既然缺了，补回去行不行？关于激素替代疗法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HRT，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一种说法，担心它会致癌。
这种恐惧其实源于2002年美国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 WHI。当时他的结论误导了全球医学界，导致激素的使用率一度暴跌。但遗憾的是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后续20年的科学研究已经大幅修正了那个结论。神经生理学家 Luisa Nicola 的观点很中肯，虽然还没有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证明 HRT 能直接预防失智症，但它是女性大脑极好的信号放大器。它本身不是武器，但它能让其他武器更有效。为什么？因为雌激素能解决潮热，修复睡眠，让大脑的类淋巴清洗系统重新运作。同时，雌激素对肌肉有合成代谢作用，能帮助维持肌肉量和骨密度。而我们知道，女性进入更年期后，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倍。如果有女性朋友正在考虑这个选项，有2个关键记忆点可以和医生讨论。第一，给药方式。经皮贴片通常被认为是更安全、副作用更小的选择。第二，尽早咨询，不要等到症状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才开始。别因为20年前的一场恐慌，错失一个可能改变大脑命运的工具。除了医疗手段，我们在生活中能做什么？这里有3条非常硬核的建议。第一，给大脑换一种燃料，尝试生酮饮食。既然大脑利用葡萄糖的能力下降了30%，那顺水推舟，给它提供酮体是一个可行的策略。而且，大脑对酮体的利用效率其实比葡萄糖更高。这就像是给一辆汽油车换上柴油引擎，绕过故障的油路，直接给大脑功能。处于围绝经期的女性，如果发现自己脑子转不动，可以认真考虑减少碳水，采用生酮饮食。第二，重新定义有效运动。现在很流行 Zone 2训练，也就是那种可以边跑边聊天的低强度有氧。这对男性确实很好，但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，男性和女性从 Zone 2获得的投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。男性获益显著，但女性的回报要低得多。对女性来说 ，Zone 5也就是心率飙到90%以上的高强度训练，优先级应该更高。它能更有效地刺激大脑释放 BDNF， 也就是大脑的生长因子，同时对心脏腔室的重塑效果也是 Zone 2无法比拟的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很多女性在健身房花大量时间做低强度有氧，以为自己在投资健康，但回报率远没有她们以为的那么高。与其花1小时慢跑，不如试试短时间的全力冲刺，或者大重量的力量训练。如果时间有限，先做 Zone 5，再做每周2到3次力量训练，有余力再加 Zone 2。别反过来。第三，被低估的大脑补剂——肌酸。别以为肌酸只是健身人群的专属。Luisa Nicola 甚至说，无论你是谁，都应该吃肌酸。最新的一项针对围绝经期女性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，每天仅 1.5 克肌酸，连标准剂量5克的1/3都不到，就能显著改善情绪和认知功能。甚至当你熬夜、睡眠不足时，高剂量肌酸还能帮助大脑抵消一部分伤害。便宜、安全，随时能吃，这是一块真正的大脑备用电池。关于肌酸更深入的解析，我们下一期专门展开。最后，我想分享 Luisa 的一个个人故事。她的祖母因为习惯了忍耐，身体不舒服也不说，总是把家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，最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这其实是很多女性的缩影，她们习惯了照顾所有人，唯独忽略了自己。70%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是女性，80%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也是女性。这些疾病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可以预防的。这些数字背后不是统计表，是无数个真实的家庭。如果你是女性，希望这期视频能让你知道，你不必默默忍受那些脑雾和不适，你有科学的武器可以反击。如果你是男性，请把这期视频转给你在乎的人，这可能是你给他们最好的保护。但保护大脑的战斗远没有结束。我们讲了睡眠，讲了激素，但还有最后一块拼图没有拼上，那就是如何主动重建你的大脑。下一期，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，我们将迎来最硬核的实操方案。我会告诉你，神经科学家是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运动，让50岁的心脏回到30岁的状态。除了女性，为什么 Luisa 说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吃肌酸？它甚至能辅助防癌。以及如何通过训练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，让你物理意义上长出更强的意志力。那将是这套防御体系的最后一块基石。
如果你还没看过第一期关于睡眠排毒的内容，点击屏幕上的链接去补课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